有请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感谢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播出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出100元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内容。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著名的情感专栏作家苏秦苏老师，欢迎苏老师。华谊家训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的一些基本信息，各位请看。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合适。怎么就不合适啊？我根本不是你心目中那种男朋友的样子。我也没有嫌弃你啊。再说了，我不是正把你往那个方向打造的吗？我真受不了你所谓的打造，我成不了你心中那个样子。我求你快放过我吧。不可以，绝对不行。当初是你先追的我，现在想要放弃，那绝对不可能。过去我们常说艺术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但是如果你把艺术当成生活一样过，这日子会成什么样？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勇22岁，来自太原，健身教练；女嘉宾小白22岁，同样来自太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有请。小勇，对，22，对，哎呀，着急了点儿。说说当时怎么看上这教练的？就是当时他就是一直和我聊天嘛，我们俩是一个学校的啊。我其实先开始还挺烦他的啊，但是他就一直坚持不懈，因为我是从初中开始就特别喜欢看言情小说嘛。我就是一直想找男朋友，然后就想找就是言情小说里面男主角那样的。他是哪个人物啊？小说里面不是经常描述男主角，然后就长得面如冠玉、剑眉星目的吗？然后当时看他就是长得还可以，然后身材也高高大大的。你是一开始不喜欢他，因为他像小说里的男主角，所以你就同意了他了，是这意思吗？因为他一直找我聊，然后就是一直死缠烂打的。嗯哼，跟一个喜欢看小说的女生谈恋爱，感觉怎么样？一开始我觉得他简简单单就是有一个爱好嘛，我也就没有当回事儿，因为毕竟女孩嘛，你说看个电视剧啊，看个小说很正常啊。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我发现他简直就是一个小说迷，天天捧个手机在那看小说，就没完没了的看。然后你说免费的看完了吧也就算了，然后你说他在网上注册什么网站，看完了之后还要去买实体书，就人出了之后，就那实体书都买一大堆了。谁还没有点兴趣爱好呀？那看小说那算什么呀？那就兴趣爱好嘛。再说了，人家肯定花钱的，然后那肯定就剧情比较精彩一点嘛。你都看哪些书啊？网络小说是吧？就是比如说就是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呀，然后还有穿越小说呀什么的。哦，您这看的真是小说。而且他不光看，你知道吧？就是他入戏特别深，就完全就感觉自己就活在小说里一样。有时候就是他下课我去接他，然后下来之后他自己就哭着就下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哭？就怎么也不说。我就去找他们同学，他们同学跟我说他上课一直在那捧着手机看小说，然后看着看着，因为小说里头男主角死了，然后他就开始，你哭个什么劲儿啊？你在那哭？那本来那就小说里面那人家男主角多好一个人，就为了女主角，然后经历重重艰难险阻，到最后都给死了，那我感动的不行，哭一下还不行？你分得清场合吗？你说上课呢，你在那干啥呢？那我想哭，你还让我分场合呀？你不知道憋着对身体不好，你就这么冷血呢？怎么？我跟你说，主持人，其实这都不算啥，慢慢他就越来越来劲儿，因为。一开始我大一那会儿就是上了一段时间学，就是觉得没意思，然后我就退学了。你是退学的？对，我退学了。你学盖茨是吧？有那个意思，有那个想法。那个意思，你看现在学生都这样，任性啊。然后，因为我刚就是从学校里出来去社会里头也没有经验啊，家里头意思让我回到家跟前然后找一个工作啊，他就死活不愿意，非得让我留在那，说留在他身边陪着他。如果就是不留在身边，然后就要跟我闹分手。你说闹一闹也就算了啊，他拿小说里头来跟我对比，说人家小说里头男的怎么地，我又不是你小说里头那些男的。那本来就是嘛，那你觉得异地恋靠谱吗？多少异地恋全都是，然后男生隔开没多久，然后就出轨了都。再说人家小说里面就是人家什么霸道总裁啊，人家男主角那不都
都是放着好几栋大别墅，说不住就不住了，放人家少爷生活，这个伺候那个伺候，说不过就不过了。那你就为了你就为了那点工资，你就要跟我分开。我要是真有像他说的那样，什么家财万贯，开着豪车，住着豪宅，我还用站这儿跟你在这说这些了？那你想找工作在哪儿不能找？后来我不就是，实在没办法，我就留在那块陪着他，找了一个就是教练的工作嘛。因为刚开始工作肯定要忙，就是相对来说陪他时间不就变得短了嘛。我就很长时间就没陪他，就跟我闹。因为有时候我刚开始入门，我肯定需要学习了嘛，就经常去外地，然后学习一些经验呀，就是关于健身方面的。有一次他就给我打电话之后就跟我说他发烧了，宿舍里头同学都出去玩去了，要不都回家了，就我一个人，然后我难受的不行。他说让我立刻就跑到他身边说照顾他。我在外地，我怎么可能赶回来？你想想，你现不现实？那怎么就不现实了？那你说哪个女孩在生病的时候不希望自己心爱的男生陪伴在身边呢？她应该是坐着自己的专机飞过来。就是嘛，人家小说里面都是这么写的，直接垂降到你的窗前，是吧？送一束玫瑰。那你说人家小说里面还写人家远在国外，人家还能飞过来，那你在国内怎么就回不来了呢？对，我要真有那个就是有那个能力的话，不可能说马上放下工作。去是去了，没回来。那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吗？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呢？然后他就跟我分手，我一想电话里肯定也说不清，也解释不清楚。我说我回来之后去找他，跟他好好说一说。你知道我找他之后，他给我提什么要求？他跟我和好吗？他说你要捧着我最喜欢的百合花，然后在我们宿舍楼底下站上半个月，还得我们宿舍女生都看得见你最显眼的地方，要不就不算，我不满意就不算。哎，这是哪部小说的？我看小说看的少。这个是我自己想的，人家小说里面人家男主人公直接从南非，然后定制钻石自己设计，然后还把什么名字刻在上面的，我就让他就抱束百合。那他说这个百合这个事，那我还特别生气呢。他就捧一束百合2、3天都不知道换一下，那百合花全都已经发黄了。一开始说好站半个月哄一哄，我一想哄一哄他也就算了哈，天天给我提要求说今天啊这个花颜色不好，然后明天说这个花枯了让我换，然后我站了好几天跟我说这2天不算数，让我重新站，总共算我站了20多天。你就真站啊？不是，当时没想那么多嘛，人家最后还特别不情愿的就是原谅了我。那怎么就不情愿？那我到最后也是原谅你了。那我们学校还有男生在楼底下，然后给女生摆蜡烛表白呢，我就让你抱朵百合花。我就不相信谁家蜡烛在楼底下摆上15天、20天。兄弟，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老相了。你看给一孩子累的，要是我也心烦呐。这件事哈，过了刚没多久，然后那段时间他又迷恋什么，就是那种什么变态虐心的小说，然后。有一次我俩出去玩，就是玩的特别开心哈。回来之后俩人还有说有笑呢。然后我刚送他回去之后，我扭头一走，没过2分钟，然后他给我发个短信说我们分手吧，不合适，别问我为什么，只记得我爱你。当时我就整个人就蒙圈了，我扭头就去找他了。找他之后，人家跟我说我跟你开玩笑呢。我就是你确认你正常的吧，开的。这是第一次哈。然后之后没过2天又跟我分手，平均几乎2天分1次手。各种方式分手，分完之后让我求他，然后跟他说好话，说浪漫的话和好。这是为什么？就是我想看看他，就是我跟他分手以后，他到底难不难过嘛？那人家小说里面，然后女主和男主分手以后，那人家就是男主全都痛不欲生的。我就是想看看他什么表现，看看他爱不爱我。不是，那小说里面男主和女主分手，女主有痛不欲生的吗？也痛不欲生。兄弟，你试试呀！当时我肯定没有想那么多，他后来哈，你看不读书多害人呢，你读了书他就没法混了。我不爱看那些小说。那我不是都是为了想证明一下你喜欢我吗？这有什么好说的呀？是，主持人，你知道他让我做什么事儿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跟我分手，就让我求求他就算了，然后后来他就越来越来劲儿，我要不表现的要死要活，要不自杀，然后要不就是自虐那种，他就觉得我不浪漫，觉得这样的爱情不轰动。那你自杀了吗？那我肯定没有，我又不傻。那你自虐了吗？那也没有，为他死一回，我还能在这儿站着跟他说这些了。那我还能真的让你死呀？那我这么爱你，我还能真的让你死吗？你爱他吗？哎呀，你要爱我，你那次你能让我就是指着你手里药瓶，说你把这个安眠药都吃了，我就跟你和好。那我还能真的让你吃安眠药？不就是一盒糖吗？那你最后也没有吃啊？那我知道当时那是啥东西了。你没吃啊？我又不真傻。你怎么熬过来的，兄弟？因为毕竟时间长了，已经经历这么多了，我说不行就过去吧，我就迁就了他点啊。但是后来哈，他就最后你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儿哈？我不是工作刚刚就是稳定下来，然后
他就是看什么霸道总裁。说什么人家里边的男的都特别有钱，说我没有上进心，嫌我这个工作达不到他理想型的样子。从来都没有嫌弃，那我从来就是嘴上这样说，那我就是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人，那还不是和你在一起？你让他干嘛了？我就让他辞职，然后就是自己创业呀什么的。辞了吗？我没辞，他给我辞了。那你自己犹犹豫豫的，那当然就得我帮你迈出这一步了呗。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啊？正好那2天我又在外地呢，然后他去找我们老板。他跟我们老板意思说我能力比较强，不适合做这个，我有更好的行业等我去发展。你说这我还咋找人老板说我回都回不去了？那本来就不应该回去，你就应该辞职呀。那他要做什么？你让他做什么？做总裁啊？如果可以的话就做总裁。你觉得可以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呀，现在还年轻嘛。你大概觉得他什么时候可以做上总裁？我觉得如果他是从现在开始的话，我觉得再过就是5、6、7、8年，我觉得都有可能。那只要他肯努力嘛。到底是多少年？7年吧。后来他做上了总裁，但是你不在他的身边了。这也是一部小说。我觉得也是。一般这种情况下，男二呢才会就是有了钱以后，然后才抛弃女主角。可是你们俩的生活，他不就是男一吗？对啊。原来你有男一，没有，他是男二啊。他是男一。那你还有男二的啊？那没有。你看，这要把生活和这戏剧放在一起，那真是混乱。工作没了。没了，然后已经没工作，我想要不我就试一试，万一要真成功了，你说不相对来说对我俩也好一点。对你快了。然后我就去做了，做了之后没多久就是几乎就惨不忍睹，一直都是失败嘛。然后实在没办法，我又回到我以前的行业啊。就这哈，他不光是不安慰我，不跟我站在一个战线上，他埋怨我说我干啥不行。那本来就是那人家小说里面人家那些男主角15、16岁全都在金融界崭露头角了，那你20多岁，我跟你提这些要求，让你辞职自己开始创业，也不算过分吧？我特想问一下啊，你看的那些小说里，女主在21、22岁的时候得长得多漂亮啊？她们在干嘛呀？就是比较温柔懂事嘛。还有呢？然后长得漂亮啊，还有呢？一般女主角就这样就够了。那你觉得你符合女一的条件吗？基本上比较符合吧。基本上比较符合，反正就这么熬过来1年多，就接着熬呗。那你今天到我们这儿干嘛？我父母没多久就知道这件事了，我妈就让我回去。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还小嘛，我说不行就回去跟我妈就是解释解释，说一说。然后就是我领她回去之后，我妈就特别不待见她，就觉得她红颜祸水，就完全把我害了那种。因为刚从学校出来，就因为她折腾这么多事儿，我妈就压根就不想见她。她因为这，然后跟我妈还生气，说意思她自己没有错，然后跟我妈还吵起来了。那本来我就没有错，我对你是信心满满的，我以为你能成功，那谁知道你不成功？那明明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全都要怪我呀？你看主持人，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他跟你父母吵起来，所以你忍受不了了是吧？然后因为他连我父母都不尊重，最后他又说他跟我父母吵的时候，然后我又不跟他站在一起，然后他又开始埋怨我。那你就应该和我站在一起，那就一看你也就没有跟你父母说过什么好话，那你但凡说2句好话，他们就不可能那样对我呀。那你也得看看你到底做什么事儿了吧？那我做什么事儿啊？他跟我妈说什么？就是当我妈面跟我说，你看这小说里头那些男的为了女主，那人家本来小说里面就什么就为了女主角，然后都能就是连父母都不要，浪迹天涯什么的。哪个小说是说连父母都不要了，浪迹天涯？好多小说。哪一本？那我最喜欢的一本就是《再生缘我的温柔暴君》。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就是男人为了女人就不要父母，行走天涯是吗？就是里面、然后就不做人事儿是吧？那我也没有做什么呀。他就到最后还拿他的小说来跟我说事儿，然后来跟我对比。你想一想，就是为了你那些小说，我都做了多少事儿，工作没了，父母也跟我生多大气，你到现在还跟我提你那些小说呢？那你怎么着？分不分手？反正我觉得他现在是没救了。想分手吗？我不想。得分。那我不想分手吗？有一部小说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男主实在受不了女主了，他提出了分手。我还是比较喜欢就不要受伤圆满一点。你读这些小说读了多少年了？我从初中开始就比较喜欢看。看书是个好事儿，但是也分什么书吧。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真是把小说当日子过的孩子。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也看过一些这个言情类的这个作品啊，我发现这女主角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懒还是要落地的。好，谢谢。来，总裁，霸道总裁啊，曲总来。女孩，问你个问题，你到底是喜欢看小说那种感觉，还是说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两种感觉你更喜欢哪个？那我还是更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你骗人！你要更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为什么在他的生活里，在你跟他的交往当中，频繁的去提小说里怎么样？你完全是按照那个小说里那种情节强安在他身上，为什么？我就是想让他表现一下，因为他从来都不会做什么浪漫的事情。他跟我就是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就从来没有。既然喜欢浪漫，他又不是浪漫的人，为何要找他？那我先开始我就觉得，就是他长得还比较符合要求。小说里的那种感觉吗？对不对？姑娘，分清现实和虚幻。你如果现在还只是生活在小说里的话，你就不应该谈恋爱，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小说里那种人存在。如果你谈了恋爱，就要分清楚我到底是跟一个现实的人在谈，还是跟小说里那个主人公在谈。你这两点如果都分不清楚的话，你太幼稚。你一直是在跟你幻想当中小说的那个主角在谈恋爱，在现实当中你发现，哎呀，和我的小说里的那种感觉相差得太远了。好，你只能一步一步把小说那个情节作为工具来改造它。比如你拿着百合花啊，站在楼底下几十天啊，这全都是小说里的情节。女孩，就于你来说，现在不应该再看小说了，你应该学习东西了。因为迷恋在小说里头，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就是你在逃避现实。如何能够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自我，就要先充实自己。你的学业怎么样？有没有因为爱情、因为小说荒废啊？上课是不是还在看小说，以至于哭了？你知道那堂课老师传授了你什么吗？所以现在你先做好一个学生好不好？毕业之后做好一个真正能够在社会上生存的有能力的人好不好？之后那会儿你再去看一遍所谓的霸道总裁，你就知道那只是在你空虚的时候弥补一些你的生活点缀而已。而真正要找对象的话，一定要看准这个人，由外表到肌理，这个人真正是你喜欢的吗？如果不是，不要强求改变他，更不要用什么虚幻的东西去套在这个人身上，好吗？谢谢曲总啊，这是总裁的话，来听听涂老师怎么说。莎士比亚说，写戏的人是骗子，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我们都曾经做过傻子，在电影院里面笑得欢畅淋漓，哭得稀里哗啦。但看完电影之后各回各家，就此打住。但你不一样，生活是生活，戏是戏。我看你就是闲的，作的。多闲呢？你成绩肯定不怎么样嘛，要不然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小说，一本接一本，看完了还要去畅想呢？正好也找到了一个跟你对应的傻子，跟你一起作嘛，满足你所有的愿望。他在他的构想的情节当中永远是女主人公，你顶多是一群演嘛。他给你带入什么环境，你就跟他进入什么环境。你看小说之前，小说前面不会写小说是来源于创作吗？即便有一部分的写实，也要进行改编吗？你不知道那不是真事儿吗？你知道，所以你不要装作一番无辜的样子。你明明知道那是假的，还要拖一个人来跟你营造这种所谓假的气氛，那就是因为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的事儿折磨你了。如果你明天就没有学费，如果你明天就没有饭吃，我看你还有这么闲的吗？我看你，如果你自己出去打工，辛苦的风里来雨里去的时候，你还会想什么抱着鲜花在楼下等你吗？你就是闲的。我告诉你，生活当中真正发生的故事远远比小说要精彩的多。你要是不信，你就来看看《爱情保卫战》，天天都有。所以说最后送你一句话，你如果认为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的话，那么戏如人生，你又何必当真呢？就这样。好好读读书吧，读点有营养的书，可以吗？你也读点书。涂老师不是说你了吗？别当群演了，演回主角儿。好好的在学校里面重新读书，重新开始人生吧。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姑娘别再作了啊！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以后就是尽量少看小说，然后我也不拿小说里面的事儿
然后让你做那些事儿了。所以我就是想，就是好好的在一起，平平淡淡的也无所谓，你不要我分手。如果你真的能从里边走出来的话，我希望就是就像涂磊老师说的，我也对你负责任一点。如果你真能走出来，可能还会有以后，但是我不确定你现在的你到底能不能走出来。我真的能，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慢慢磨合嘛，我慢慢改。请亮灯，你们俩回去吧。谢谢你，请回。一个能把小说当生活过的姑娘，也是神了。来，请关门。在最后那几秒，当读秒声滴滴答答催促的时候，突然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感觉。姑娘是女1号，小伙子是男1号，你们仨分别饰演了女2号、男2号、男3号。我在里面又打了一次酱油，他把咱这节目也当小说的一部分了。好了，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在此之前，先进一条广告。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有机会在爱宝当中获得涂老师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宝箱抽出现金卡。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就他从认识到现在，真的没在我身上花过什么钱。你说我能跟他在一块儿吗？现在有了孩子，还是舍不得为我们付出，也舍不得花钱。我真的没见过这么抠门男人，我实在是没法跟他过下去了。就因为丈夫的抠门，就要离开这个家吗？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老陈44岁，来自浙江，是一名个体；女嘉宾李姐36岁，来自湖北，是一名文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浙江、湖北，怎么成的夫妻啊？网上认识的。啊？通过相亲认识的。通过相亲认识的。网上相亲。然后我们是09年办的酒席，这次来是跟他讲清楚的，因为我从相亲，然后到结婚到生孩子，他一直都是很小气的，我就觉得我一直在委曲求全。直到最后就是上个月，我的儿子，然后他本来是很小的感冒，平常就说吃点药，不去看医生，活生生的把孩子拖成肺炎了，挂水挂了一个多星期，我1个多星期都没有合眼。然后我说之前你对我小气也就算了，现在对孩子都小气了，连医生都舍不得看，花这个钱看，所以我就绝望了。想来想去，我觉得回娘家是对的，然后带着孩子回去，然后觉得他跟我过的话，我以后替他做主，不会受这份罪了。所以说我就来跟他讲清楚。回娘家多久了？回娘家也就1个多月了。1个多月了，你没去接呀？没有。为什么不接？不想过了是吧？不是，我打过电话，只打过电话。他娘家离你远是吧？有点远。你是为了省路费对不对？也有一点。也有。他就是小气。你真行啊你！他就是小气。我们相亲的时候了，他说请我吃自助餐结果他带我去他们公司的食堂去吃的自助餐，他吃的是那个5块钱1份的。那食堂怎么不是这样？我天天在那边吃啊。吃了，他的公司的同事还过来拼桌，我都不好意思。然后一看，本来是相亲2个人在一起聊聊的，就是回到10年前的话，那人家也会知道去一个安静的，比如说咖啡厅，高中党的咖啡厅去聊聊天嘛。当时是想对呀，把你带到那边去。一个我朋友同事他说我谈了女朋友，就是叫我给他带过去看一看，是吧？见识一下当时我是认为你比较实在，然后后来了我就跟你在一起了，你又限制我花钱，这个不能买，那个不能买，随便买点什么。挣钱吗？我在上班，在公司里面做文员然后他就限制你呢？他就说，然后这个衣服不敢买，你已经有了，那双鞋子也是多余的，护肤品、化妆品更不用买了。后来我就没办法，我把我的工资卡去交给你了。那个上班挣不到钱，工资挺低的，拿不了多少钱。钱谁管？他在管。老陈可以媳妇儿也娶了，钱也管了。像我之前工资卡没有交给他的时候，我自己像女人嘛要上班的，稍微也要打扮一下。像我的
那个护肤品还有化妆品也要买个几百块钱的。后来我钱交给你了之后，你就不让我买，不让我买我就不买。我钱不是当时给你了吧？不是也有给你的吧？给我冬天到脸上特别干，我给你磨了几天，你再给我50块钱，50块钱，你说你能出去买什么啊？那我们男的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都从来不吃呀，有的日子能过呀。那你们男的是不差，那我的同事还有我的小姐妹看着我皮肤这么干，然后都蜕皮了，他们说你怎么做女人的都不想来保养一下。小姐妹是当老板的，我们是上班族的呀。好，我问问啊，他是对你抠，对家里的长辈什么抠吗？对长辈他倒不抠了，就专门对我抠，从来不陪我逛街了。但是他的爸妈就是去逛一次街，然后买一套衣服都是几千块钱，然后我说你怎么不省钱了呀？我买给父母，我对吧？父母养我容易嘛，生我养我对吧？我买套衣服孝敬他怎么不容易？你给岳父岳母花钱厉害吗？也买的，也买是吧？买也买一些，不抠门是吧？好一点吧。就对岳父岳母，他爹他妈他不抠对吧？嗯。对你们俩他很抠。对，他抠朋友吗？抠，然后我的朋友很远的，因为我是外地的嘛，远方的朋友过来了，很几年没见面了，我也很想他们。朋友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请朋友吃饭，你到时候记得买单啊。你还不肯，当时就不愿意，我就把你强拉过去了。强拉过去，你当时是怎么表现的？你可以在家里烧来吃的呀，干嘛到这种高档的饭店里去消费呢？多少钱？那去了都已经去了，你起码就是说就把单买回来，回来再跟我说也可以了。你当时给我一点面子嘛。然后后来我就20你还玩你的手机。重要，钱重要啊，我们也没钱，怎么弄啊？那你后来你跟我吵起来了，说人家点的菜贵，人家自己把钱付掉了。你说我后来我怎么想啊？那顿饭一共吃了多少钱？就100多块钱，180多块钱。你都没付？我身上没钱。可以。那你身上没钱，那你朋友来，你自己的朋友来，你自己的朋友来了，然后你请他们吃的都是700-800了，而且还去那个高档的一点的饭店去吃。那我朋友我懂他生意有来往的呀，抢着买单。打交道也是有生意的呀。老陈，你是不是觉得说，我要等他们生来那个就靠这个钱都不付，那生意怎么做啊？老陈，如果我等他们收了生意做火了，对吧？什么东西我们日子还不是好过的吗？在你那儿是不是这钱如果出去了能挣回来，你愿意花？如果出去了挣不回来，你是一分都不愿意花。是有一点这个呀。啊，我想每个人都差不多吧。那你对我朋友不好，你对我应该好一点吧？你说你们去外面吃那么贵，然后我在家里头，我有时候说你也请我去外面吃吧。你说吃什么？就在家里烧好了，叫你去买菜，你舍得买贵的菜吗？买个白菜嘛，还把外面一层叶子还叫人家剥去，人家不肯给你剥。本来外面层本来就要剥掉的呀。不肯剥，你还让人家送你2根葱，我就这样想，你是过日子吧？过日子，后来我们结婚了，结婚你有没有跟我拍婚纱照呀？拍婚照我们确实没钱，能省一点呗就省一点呗。哦。那你省了，你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当时说啊，我把这个结婚照的钱省下来去办一场那个风光一点的婚礼，然后我当时听了也挺乐意的。你自己的亲戚朋友你写的是高档的酒店，然后让我也把请帖上写上高档的酒店。后来我们的亲戚朋友过来了，你把他们接在。请帖上写什么？写的高档的一个，他这个地址就是我们一个我朋友一个开了饭馆，小饭馆但不大，我怕他们找不到，就写了那个星级的饭店旁边。哦，明白了。实际等于是个苍蝇馆是吧？后来把亲戚朋友一来了，他把他接到那个小饭店里，我当时就傻眼了，而且还10几个人坐在一起吃。回家了还跟我炫耀，他说：“你看，我们今天请客人吃饭没花多少钱，我红包收了不少呀。”当时我就想，人家亲朋好友怎么在背后说我们呀？这不是骗人家吗？大家奔的是5星级饭店给的份子，去了之后是负5星级，是这意思吧，老陈？行，你生意做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估计也就不怎么样。要这么能把生意做好了，那真是哎。接着说，我现在连朋友都没有了，我的闺蜜有困难的时候问我借钱，然后我当时跟她商量，我说你能不能借一点啊？你说你不肯就算了。我自己的没钱，怎么借给别人呢？我都想不通。那你为什么要悄悄打电话证实我有没有偷偷借给他？你说我当时我还想跟他解释的，你不要结果解释都不用解释，人家就不理我了。我还有朋友嘛。这钱借没借呀？到底？后来没有借，然后他就硬说这个朋友，他就说借了肯定不会还了。哦。对，有借无还的。我说你怎么这么确定啊？我说这是我多年的闺蜜，你把我的朋友给得罪了。老陈，你这就不太好了，你得相信。没有这种事情啊！我当时我自己家里都没钱了，怎么有钱能借钱给别人？那你就直接跟他说家里没钱不就完了吗？我一个朋友结婚了，也是让我丢尽了面子。他那个结婚的时候，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没有赶过去，我就跟他打电话说：“你给他包个大一点的红包啊！”他当时也答应的，给了。
给到后来了，我那个朋友有点嘲笑我的意思，说现在还有包50块钱红包的。哪年呀？去年的事情。去年。那别人呢？以前我们结婚，他也包我没多少钱。可以，老陈你真可以，你算的真精。过生日、节日、什么结婚纪念日，我都没过过。然后我提示他过一次，结果就给我烧了个长寿面给我吃。那我能亲手下厨给你烧饭吃，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啊！哎，这个我觉得你这是吧？那后来送了项链了，项链为什么我戴了2天脖子发红还起疙瘩了？然后你不是说跟我说是贵重的嘛？然后说还有专卖店的贵重的，然后我同事还在笑话我说变色了。我当时脸都红了。怎么会变色呢？我想那个发票都在家里还在的呢。那你后来项链确实在后来我跟你吵了，你说是在地摊上买了20多块钱的。你到底是地摊货还是我在商场买的？多少钱啊？那2000多啊。结果我想了，有了孩子之后，你可能会对孩子总归舍得吧，总归会喜欢儿子的。想想看，儿子生下来你又花了多少了？出生的衣服，人家亲戚朋友给的旧衣服，你开心的，你说最好是旧衣服了。那小孩子对呀，那时候小孩子小对吧？容易长大快呀。那奶粉呢？奶粉你怎么都买便宜的？奶粉买便宜，那是网上搞促销买的呀。那你买的纸尿布呢？我说出来大家肯定要笑的。你买的纸尿布都发黄啊！这个怎么发黄？本来它这个颜色就这样，你要越来越污。孩子每次一生点小毛病，你就说不要看了。你没必要花这个钱的，让孩子吃多药了，抵抗力会差。现在我反正看了很多孩子，只要一生病了都去大医院，人家医生说挂水就挂水的。后来呢，你不听，后来孩子有一次感冒了，然后咳嗽，你还是说去小诊所去看，小诊所就开了雷药，结果发烧了，我们着急了，去大医院一看，医生一诊断说是，说是被你们活生生的把孩子拖成肺炎了。像肺炎的话，一般人挂水1个多星期才会好，那1个多星期我睡着觉了嘛。不，我听明白，这有点像祥林嫂了，这事儿一上来就讲过了啊。看来老陈这么多年，你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是吧？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委曲求全，我觉得做一个女人这样过挺委屈的。好，老陈，咱是家里确实没钱，还是咱有点抠啊？那我们过日子吧，总归要精打细算的呀。好吧，你这么跟我说吧，老婆和儿子你还要吗？要啊。要你干嘛不去他娘家接他呀？娘他接我。家里也有事情啊，那个等他打电话去不了的喽。今天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啊？来这里就想接他们回去啊。是谁要来这个节目的？我。来这个节目的目的呢？因为他一直跟我打电话嘛，叫我回来，然后我就想着跟他到这里说清楚吧。好，你们俩现在钱谁管？现在钱还是他管。你能把他的钱还给他吗？怎么还给他？不是，就从今以后他的工资他自己管行吗？如果回去他自己管可以啊。如果他不回去呢？不回去吧，我也管不到了呀。他要跟你离婚行吗？如果他为了这种小事情要离婚，那我也没办法。我现在算听出来了，老陈的意思就是，我就这德行了，要跟我过就过。过日子总归要精打细算一点的，是不是这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过日子吧，总归要精打细算的。像他有的时候他铺张浪费，我也受不了。无锡有房子吗？有一套。离婚那财产有人一半，知道吗？为什么？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不分人一半房子吗？哼，儿子谁带啊？谁要啊？儿子我想要。那你儿子走了1个多月，你也不想啊？想啊。那你想让他们母子俩回家吗？想啊。那怎么才能回家呢？老陈不仅这个钱算得精，话也算得特别精，他不愿意多说，多说一句话老陈嫌多费了点力气，你是抠得太精了。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家还是要回地找台阶来了是吧？万一这个台阶搭不起来，你会真跟他离婚吗？离婚我是想，哎，一定要咬死，是为了离婚来的，对吧？对，是的，我就是要离婚的，对吧？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是想让儿子跟着我，我对他负责任。对，只要他不改，你带着儿子就走，是这意思吧？是的。好，老陈听明白他的要求了吗？下面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怡姐，你每个月工资多少？我之前的时候没生孩子的时候，1个月3000多块钱。现在呢？现在生了孩子，1个月只能挣1000多块钱了。你是每个月发了工资是直接工资卡交给他？
为什么要交给他？因为他好说我这个不该花，那个不该花。我想到，老公嘛，他说了嘛，我就可能觉得自己确实。他说了你就交给他。对，我就觉得女人有一点啊，就是手上一定要有点零花钱。这个零花钱就是，万一你今天出去遇到一个什么事儿，你说我包里连200块钱都没有，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天黑了回来，我没有公交车，我至少有打车回来的钱吧。还有一点就是，在你们2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他挣多少钱你知道吗？不怎么知道，因为他自己经营的店铺嘛，然后每次都是因为我在上班，他那边挣多少我都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然后你从来没看过你们家存折吗？没有，然后他卡里面的那个密码我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去问，也没去查。所以我觉得啊，那个今天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去银行把2个人的所有的这个收入对账单打一遍，看看你们家到底有多少钱。就算不过了，这个钱是1人1半的。你们在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收入1人1半，这是你的权利。另外一点，其实刚才你的太太评价你啊，说你就对她特别抠，然后对她的朋友特别抠，然后对你的父母呢花钱很大方，对她的父母其实花钱也蛮大方的。一开始我以为这是特别孝顺啊，后来我慢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其实有一些特别抠门的吝啬的人，他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冷漠。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不值得我为他投入。这种种点点滴滴来看，我觉得其实你对面这个男人真的挺自私的。他对自己的女人可以不用那么大方，但是如果一旦上升到那种连他必要的一些生活的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不能要。你才36岁，我特别惊讶。你完全没有36岁女人那种感觉，你特别像46岁的。咱不说你的外在，就是你的眼神，包括你的神情，充满了疲惫和哀怨。所以我是建议你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段婚姻和你对面这个男人，走不走出来，跟不跟他过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刚才所要提醒你的是，你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你要知道你们家有多少钱，该你的一定要争取。我知道他会阻挠，但是你要争取。我觉得刚才苏老说到一个非常关键，这个老陈的问题就是2个字儿：冷漠。其实你跟所有的人都是很冷漠的，好像貌似对父母还好一点，那最起码如果你对父母也冷漠的话，你就没得要了。你对老婆冷漠，对孩子其实也是冷漠的。很难想象一个合格的父亲、有感情的父亲，在孩子生病的时候还要去小医院，还要去拖，还要去想到第一，我要先省钱，而不是孩子的健康身体是第一位。当夫妻之间发生矛盾，都已经离家出走都几个月了，还是居然说考虑这个路费的问题，还是钱。我问你，你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朋友，你要钱做什么？你守着钱能给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数着玩，开心。开心吗？他要真觉得开心，今天他也不会站在这儿。你有朋友吗？没有，没有真正的朋友。因为你所谓对有些朋友慷慨，你是觉得能从他们身上赚到钱，还是钱？如果一个人自己充满了钱的这种欲望，他能得到更多的钱吗？不能。就如同你现在生意一点也不好一样。因为你根本不舍得对别人付出，所有所谓的付出都是为了回报。你是一个很冷漠的人，冷淡于周围所有的亲情、友情，甚至于爱情。但是呢，一个冷漠的人碰到一个可悲的女人，一起生活了5年，才今天才颤颤巍巍的，才敢说我要跟你离婚，还在川儿的一再的诱导之下，说出这句早就应该说出的话。而你为什么如此之懦弱呢？其实貌似你也被他所影响，你也从他身上所谓一次又一次的抠当中尝到了甜头，但是你真是没了面子。所以老陈，今天如果你能觉醒的话，先把钱抛在身外，那是身外之物啊。
你只有钱，没有任何的亲情，你存在价值就没有了。那不是一个人过的日子，我们不是机器啊！要那钱干什么用？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没有父母一起来分享这份幸福快乐的话，要钱何用啊？所以老陈，你枉活了40多岁，你根本就没有理解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价值。很多没有钱的人过得很幸福，很多腰缠万贯的人过得很落寞，因为他没有人情味儿，你知道吗？你再活下去啊，你就成一个机器了，太冷漠了。今天要觉醒了，好吗？一个对老婆非常的吝啬，对孩子，尤其是孩子看病也极为吝啬，甚至由此而耽误了孩子的治疗的时期。的丈夫，他怎么可能对岳父岳母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很大方呢？我认为这是个错觉，在我看来，这不一定是孝心，也许是别有所图。我的生活当中，我特别不了解那些把钱看得比命比感情还重要的人，他们是不能够理解家长里短和人情冷暖的。但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把这种行为进行模糊，趁早自己独立过，就这样。我觉得苏老师说的那点我特别认同，你这个人好冷漠哎，老陈。你可以不表达，你说我木讷不会说话，但是你不能冷漠。你对人太冷了，包括我觉得对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子太冷漠了。怎么可能回娘家1个多月你不去接呢？自己琢磨琢磨吧。你也琢磨琢磨，36岁的人跟个祥林嫂似的喋喋不休，有啥好说的呀？都那样了还不早离开？哎，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现在听了3位老师这么一讲，然后我心也凉了一大截。但是我就是来的时候，我儿子在问我要爸爸，我真的到底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我还内心里面是不想在一起，但是我也说不上来了。老陈，我希望他要回去。那个毕竟小孩子，如果离婚的话，对小孩子不好。我以后会为了儿子，为了你，我以后的我们的日子我会改变一下。说你改变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你？到底要不要相信你真的会改变呢？肯定改呀。好，请亮灯。卡装着了吗？银行卡在身上吗？藏哪儿了？在家里。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悄悄地跟你老婆说去。但是你必须得说，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存款？你过去告诉他，我们不愿意听，你去告诉他，公开的一样的，没多少存款。你得告诉他个具体数。真的没存款，我们都不听嘛。对，不是说给我们听，就说给他听嘛，我们听不到。还是跟我回去吧。哎，告诉存款多少钱？真的没钱。你告诉他。真的没钱，等你收过来呀？1分钱没有？那1分钱没有是不值的。3、5万有吗？没有。回去吧，可以考虑一下。哎，太让我失望了。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回吧。哎，看起来好像是因为先生的抠门，导致了婚姻出现了危机。实际上仔细一分析，这跟抠门还没什么关系。我们还发现了先生的这种冷漠，但是你仔细想想，为什么这个女人还跟他过了那么多年呢？我相信在门背后，这位女士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希望今天的结果能让所有的人开心吧。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一会儿得跪下来把老婆求回去，听见没有？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复合的那个瞬间。
我以后会改了。我以前确实对你这个太苦了，太不好，希望你原谅。抱一抱，抱一抱，1个多月都没抱了。他连个拥抱都吝啬给啊！你这确实是本性难移啊！为啥不抱啊？不是，你要是换一下，如果这掉下来的不是玫瑰花，是钱，会他肯定捡钱了。哎，麻烦站在这儿了，还有礼物送，来吧。又不签了，一听礼物，老婆就不要了。哎呦，你真行！和好的情侣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大奖，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来，开始，停。哎呦，老陈这眉头皱的哦！恭喜你们获得了1000元的旅游基金，高兴点。跟我说你家到底有多少存款？真的没有啊？1分钱都没有？没有。1分钱都没有？哎呦喂，你不要让我出丑吧，这样。啊，行，你回家跟老婆交个底行吗？好，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带老婆走吧。谢谢你们啊，祝幸福。这手就不拉啦，你看看，这边走啊，哼。其实看到最后这一幕，目送他们远去的时候，理解了，老陈真的不是故意的，这就是老陈对生活的认识。可能在他们的世界里认为说，有个老婆，有个老公，有这么个称谓，有个孩子，3口人在一起，怎么熬，那都叫日子。这也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吧。祝他们能把日子过得好一些。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老涂有话说。涂老师，甜甜圈用户提问说，我和男友3年多了，一直异地恋，我们正准备结婚的，就从别人口中得知他出过轨。我很纠结这事儿，我该结束这段感情吗？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对于一段曾经无法考证的所谓的背叛，到底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其结果都一定是不欢而散。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内心存在着疑惑，估计这婚也是结不好。在我看来，延迟1年结婚，或者是最好的选择。感谢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播出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出100元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请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巨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